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最新发现，大脑在真正看到目标前就能做出决定。这项发表于2026年5月的成果，成功解析了初级视觉皮层 V1 的内部状态，揭示了神经元波动与物理行为的深层机制，打破了传统视觉认知的边界。为了探索大脑的决定过程，研究人员首先厘清了感知的本质。眼睛并非像相机那样只是个被动的像素记录仪。在完全相同的微弱光线下，人们有时能敏锐捕捉，有时却完全视而不见。这证明感知其实是精密的主动滤镜，由外部信号与大脑内部波动共同决定。要捕捉这种大脑内部的波动，传统方法其实远远不够。以往观测到的神经脉冲只是冰山一角，只能代表神经元最终的开火结果。而真正决定反应的深海域下暗流，则是被称为认知暗物质的膜电位。它汇聚了成千上万突触的准备状态，只有监听这些未触发脉冲的微弱电位波动，才能真正破译大脑的内部状态。为了看清这些深海暗流，研究团队采用了高精度的单细胞膜电位记录技术。在清醒的灵长类动物身上，它们精准锁定了初级视觉皮层 V1 的单细胞。这项技术能够追踪1/1000伏特的微小波动，并锁定了毫秒级的极限响应刷新率。这为我们提供了全新视角去直击主观决策的视觉源头。为了在微观上破译感知，团队设计了一套严苛的行为学实验。在负1300毫秒时，猴子需要凝视屏幕中央的圆点；到负300毫秒时，圆点变暗，发出起跑预警；在0毫秒时刻，极低对比度的目标瞬间闪现。最终在600毫秒内，猴子必须通过眼动反应精准捕捉目标。目标的对比度不同，感知的决定性力量也会发生根本改变。在100%的高对比度下，反应极快且准确率达到100%，但在0至5%的极低对比度下，外部光线微弱到无法支撑决策。此时决定能否看到目标的已经不再是光线本身，而是大脑的内部状态。在这种极低对比度下，团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目标尚未出现时，初级视觉皮层的膜电位已提前300毫秒开启攀升蓄力，而没有预警的对照组，其电位毫无波澜。这表明在真正看到目标前，大脑就已经提前踩下了油门。油门踩得有多深，直接决定了随后的反应速度。预警期内积攒的膜电位越高，就像电池充饱了电，一旦目标闪现，猴子触发眼球运动的耗时就越短，表现为急速反应。反之，若电位蓄力不足，物理反应就会变得迟钝。这证实内部准备程度直接决定了生理反应的极限。这种准备状态究竟是如何分配的呢？科学界对此存在着两种假说。第一种是竞争性独占假说，认为注意力像一盏聚光灯，在左右脑之间来回横跳，一侧变强则另一侧必定变弱。第二种则是分布式全局预警假说，认为注意力像全脑共享的警报，左右半球一荣俱荣。V1 的电位蓄力究竟遵循哪种机制？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悬念。实验数据最终给出了清晰的裁决。对比两组散点数据可以发现，无论目标出现在记录细胞对应的视野内，还是出现在相反侧的盲区，随着膜电位的蓄力攀升，眼动反应时间都会一致性下降。这证明初级视觉皮层 V1 接收的是一种覆盖全域的分布式全局警报，而非左右脑互搏的竞争信号。这种全局信号是否只是动物紧张时的生理副产物？波形对比排除了这一嫌疑。在预警信号发出后， V1 内部电位立即迅速响应，能完美预测反应速度。而代表全身唤醒的瞳孔扩张不仅迟缓滞后了200毫秒，且与反应速度完全不相关。这证明脑电波动并非单纯生理紧张，而是直接参与决策的皮层计算指令。不仅如此，这些电位波动甚至能提前揭示主观选择。研究团队引入了选择概率 CP 的概念。当 CP 等于 0.5 时，代表电位与选择毫无关联。但实验发现，代表预测能力的 CP 值显著大于 0.5。这意味着，即使在没有任何光线的目标下，微弱的神经电位涨落也能提前预判动物自以为是的主观决定。然而，这种预判并非随时在线，它存在一个转瞬即逝的黄金预测期。从图表上看，只有在刺激出现后的0毫秒到做出眼动反应之前的关键阶段，也就是大约在70毫秒到120毫秒之间，膜电位才与动物最终的决定产生强烈绑定。
过了这段时间，预测效应就会迅速消失。然而，当对比不同视野下的预测表现时，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颠覆常理的悖论：当目标在视野内 ，CP 值大于 0.5， 电位越高越倾向于该选择。符合常理，在零对比度无目标时 ，CP 约等于 0.5， 影响微弱。但最反常的是，当目标出现在盲区时 ，CP 值竟然跌破 0.5。这意味着电位越高，动物反而越坚定地选择相反方向。面对这个反常现象，传统的生物学叠加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直觉走到尽头，我们必须将 V1 视觉皮层视为一台精密的计算引擎，通过数学建模和逆向工程反推大脑底层运行的算法，这是解析其真实数学机理的必然起点。在这场终极对决中，加法模型与乘法模型展开了较量。传统的加法机制只是简单的将信号叠加在背景噪声上，预测结果宣告失败，因为根本无法推导出 CP 小于 0.5。而乘法模型像功放旋钮一样，等比例放大信号与内部波动，这精准预言了反常数据的存在，与实验结果完美契合。这个乘法模型在生物学上意味着什么？原来，注意力绝非简单的补充信号，而是一个增益旋钮。当动物处于高内部状态，也就是注意力极度集中时，不仅微弱的外部信号会被成倍放大，就连神经元固有的内部噪声也会被等比例放大。而在注意力涣散的低内部状态下，这种放大效应则会关闭。基于这种乘法增益，我们能彻底揭开盲区中 CP 小于 0.5 的悖论。这源于大脑极为精密的贝叶斯反向推理。当大脑处于高电位及极度专注时，却依然没有接收到强烈信号，它会反直觉地推论：既然我如此专注都没看到，那么目标必然不在我这边。这完美解释了高电位涨落反而导致坚定反向选择。这个充满数学美感的假说，在真实数据中得到了终极验证。计算机利用乘法增益模型模拟出的 CP 变化曲线，与3只猕猴真实大脑记录下的电位波动轨迹严丝合缝，散点数据与理论曲线高度重合。这不仅证实了模型的精确度，更展示了底层数学原理与碳基生命的完美统一。为了确保结论的严谨性，团队必须排除眼球微动的物理干扰。有人质疑这种波动是否只是眼球乱转引起的杂音。团队为此追踪了视线热力图，发现微小眼动的方向与猴子的最终选择呈随机分布。这证明膜电位的涨落是纯粹的皮层神经计算结果，没有任何物理层面的干扰。排除物理干扰之后，便能重塑对初级视觉皮层 V1 的认知。它绝不是一个枯燥的被动像素感受器，只负责接收外部的光子投射。实际上 ，V1 是外部感官输入与内部意图状态交锋的第一战场。在这里，客观的光线与主观的意图完成了融合，共同构成了主观感知的起点。这一突破性工作带来了3个核心洞察。首先，预警期的膜电位攀升是决定反应速度的全局共享指令。其次，刺激后的电位涨落则通过选择概率揭示了神经噪声中的主观选择倾向。而最底层的发现是，大脑利用非线性的乘法增益，在真正看见之前就完成了滤镜计算。这说明我们的每一次看见其实都是内心向外投射的回响。未来探索高阶皮层如何精准调控这一增益，将是揭开主动感知奥秘的下一个关键。